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怠速不稳之电子节气门篇。因为怎么说，我自己的车是传统式的，就是机械式的节气门，就是钢索式的。那我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说电子节气门在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之前的影片都是偏向于机械式节气门，它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譬如说怠速不稳啊，节气门阀门脏污这些东西。那因为现在电子节气门算是主流了，然后应该绝大多数朋友你们所开的车子都是使用电子节气门。然后再加上有些朋友一直在问电子节气门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电子节气门所可能遇到的状况跟平常的清洁保养该怎么处理。那我换个地方，因为这边我可能不好拿起来讲解，稍等一下。原则上电子节气门顾名思义，它就是纯电子下去做控制。那一般来说，电子节气门多半现在可能多数的电子节气门都是像这样子，它就没有任何的管道了，然后就是靠一个伺服机，里面一个伺服机，它里面可能包含了节气门开度，这个节气门开度感知器跟一个步进马达下去做控制协调。那另外这一颗应该要这样说，因为每家车厂他们设计的观念可能不一样，可能引擎的形式啊，或者考虑到说它在侦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在，所以像这一个可以看到它上面有4支水管，很奇葩吧？没有，这一支是气管，这一支对，目前看到的是这一支是通气管，这边有孔，然后另外这3个是水道。所以有的电子节气门它不见得有这种管子的配置，所以说如果摒除这个的话，摒除这些外接的管路的话，原则上电子节气门它管壁内没有任何的孔洞，像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干干净净。稍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为了能够给各位有比较好的比较，我去拿了这个加大的机械节气门。传统式的节气门可以看到它，应该怎么说？怎么比较给各位看？重点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管路控制。像传统的节气门，它一定有一些孔在，只是这些孔，运用在什么地方会因为车辆的设计而有所不同。像这一颗进气的这一端可以看到有2个孔，但是这2个孔它并没有直接的跟节气门本体做连通，它是有另外的作用在。然后一样有一个节气门开度感知器，这个一定是连接着在轴心上，像这一颗也是，像电子节气门轴心上这边一定会对应着一个角度开启的感知器，这一颗也是轴心这边就有一颗在。然后可以看到它
这边结合面这边，它这边有一个小孔，然后监测有含着一个连接着一个感应器，这个应该在侦测进气压力的。好，今天重点不是这一颗，所以大致给各位看就好了。传统式的就是它的管壁内一定会有孔。我目前看过的机械式的一定都会有孔，可能是怠速马达在用的调整孔，或者说一些额外的必须侦测的孔位，像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个，应该是进气压力的。好，然后电子式的就是干干净净。那以目前来说，多数的朋友会碰到的状况就是电子节气门的脏污，因为以电子节气门来讲，可以看到它也没有什么调整怠速的地方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电控单元。所以说，电子节气门的怠速都是透过这个阀门下去微微的做动，它去控制、去调整它的怠速。原则上，它的怠速马达，它的怠速跟怠速马达都是由这颗步进马达下去所控制。但是这个我是知道，还是会因为车种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设计。像这一颗也是，这一颗跟这一颗，除了这一颗有多很多水管以外，这一颗基本上2颗是都一模一样。因为节气门这种东西，一个前提就是进气，正常的进气一定或多或少会伴随着脏污，就是可能灰尘啊、粉尘之类的。然后在进气之前，还记得吗？还有一支废气回收管，就是这一支从摇臂式盖延伸出来的这一支会带着油气，所以说节气门会脏，就是因为这2个原因。第一个是进气的脏污，第二个就是刚刚那支呼吸管它所携带出来的油气。那电子节气门，当它的脏，因为以多数车辆来讲啊，当电子节气门正常的时候，它是关闭着，然后它会电脑内部有一个数据，它会微微的在一个开度范围内，它会微微的去调整这个缝隙，去影响怠速，就是起到怠速马达的作动原理。但是这个开度不会太大，它能够微调的角度不会太大。假设啦，这个很难讲。好，我们假设说从0度到1度是它的怠速马达的调整范围的话，如果你在1度的你车子的电子节气门长期没有清理，或者说空气脏污，造成这个0到1度之间这个开度的空气通过量受到阻塞的话，在你的油门踏板踩下去之前，它就是最多只到1度，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些脏污的卡住，会导致这个1度的角度内能够通过的空气量会变少，就会引起你的怠速不稳。然后在这过程中，可能你的怠速马达它会一直想要挣扎的去做动，所以会一直动，所以就会可能会导致你的怠速会不稳，或者怠速偏低。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去做清洁，
你们的电子节气门。那电子节气门的清洁，我觉得会比机械式的简单多了。网络上我好像有看过有人介绍把这个拔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要去拔这一颗，因为这个里面我知道是像这边一个侦测器嘛，因为像我目前手上拿的这2颗，它都是整合在一起。譬如说节气门的开度感知器跟它的步进马达都是整合在一起的。那我影片看到的那一个好像是它的步进马达是单独的，它好像是这2个是分开的，它可以单独拆，但是它是拆哪一个我看不太出来，因为它并不是整个拔下来，而是它是在车上直接拆，所以说从那个角度我看不出来它拆的是哪一个的盖子。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盖子，我真的极度不建议除非你们真的有把握，要不然电子节气门真的不要去拆这个东西。像这一颗它就摆明了，它就是不让你拆，它直接就是用铆钉整个铆死了，它就是不让你拆。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电子节气门的清洗方式就只有2个，一个就是在车上洗，一个就是拔下来洗。那我们先来讲在车上洗好了。正常来讲，在车上洗的话，以目前来讲，我看过的电子式节气门，它的安装角度，要么就是朝上，要么就是水平。我好像还没有看过朝下的，我印象中没有，但是可能有啦，只是我没有看过而已。所以说，在车上洗的话，我一步一步讲给各位听好了。一般来说，电子节气门在车上，它一定都是关着的，多数啦。我印象中有一种电子节气门，它除非你车子发动，以后，它的电子节气门才会接受作动。但是多数车辆来说，电子节气门只要你钥匙转到红火的阶段，就是仪表板灯号有亮起，但是没有发动，那一段叫红火。多数的电子节气门在红火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受控制了。你可以去透过踩油门踏板去改变它自己就会去做动了。所以说，如果在车上洗，你先把外面的这些空气管啊，就是它周边会妨碍到你施工的东西，大概做个移除，或者说做个整理。我建议这个时候移除完以后，先做第一阶段的清洁，直接用清洗式的那个液态的那种清洗积碳的下去做冲洗，喷它下去喷，先把外部的脏污一些油污洗干净。洗干净以后，我们再进行第2步，就是你到驾驶座上，把钥匙转到红火，然后找个东西。我建议真的你再去固定油门踏板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很稳固哦，一定要把它固定牢。你不要说你在车头那边，你在引擎室那边操作，结果后面那边东西固定油门踏板那个东西松脱以后，蝴蝶滑会瞬间关起来哦，这个很危险，这个要小心。当你把钥匙转到红火以后，找个东西很稳固的把油门踏板踩住，踩到底，固定住，一定要固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固定好。固定好以后，然后走到引擎室那边，它是不是就开启了？然后当它开启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液态的下去做冲洗，把能够喷到的地方全部喷干净。但是以一般来说，洗积碳的东西就是两种，一个是液态的，一个是泡沫状的。我会建议就是一开始都是先用液态的下去喷，当节气门关闭的时候，先去冲洗这外部，然后当冲洗完以后，把蝴蝶阀打开，然后冲洗内部。冲洗完以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泡沫式的灌下去。原则上灌就是以这一节为主，可能进气气管后面因为进气气管后面这一端还没有进到弯管那边的时候，它这边也是一个类似像这种的东西固定在这边，大概这么宽吧，这会因车而异。用泡沫状的把这边灌满，尽量的把它灌满，喷着在能够附着的物体上。然后蝴蝶阀的后部会是一个重点，跟这只轴的两端，这边会是一个重点。你尽量不要用液态的去冲洗这两个端，稍微喷一下可以，但是你不要针对着它下去喷。有时候针对它下去喷，很容易把液态灌到这个电机里面去。就是稍微用液态喷完以后，用泡沫的把这边灌满，然后蝴蝶阀的后面跟这只轴的两端可以着重的稍微喷一下，让泡沫附着在这个轴的两端，把那个轴尽量的清干净。因为毕竟它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弹力的，有没有？布基马达它必须去拉这个东西的状况之外，它还必须去，譬如说开启以后，它必须去抵抗这个回弹力。如果这时候你的轴心如果卡脏或卡积碳太多，它在运转上不稳定的话，可能会导致里面的齿轮受损。因为里面的齿轮应该是金属类，不太可能会用塑胶类，因为毕竟引擎室里面高温。然后当泡沫喷完以后，放置着，让它下去咬完以后，再用液态的下去冲洗，把它咬完的地方全部的冲干净。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哪里没有洗干净，或者说哪里卡的脏污还是特别严重。这个时候再用泡沫状的针对性的下去，让泡沫附着在没有清干净的地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拿你的工具了，看是要拿牙刷，还是有一种它有点像洗奶瓶的那一种，它就是一支，但是外面很多就是一支刷子那一种，拿那个下去刷 OK。 你不要拿海绵类的哦，也不要拿金属类的，很容易刮伤。尤其是如果你们的车还很新的话，因为多数的节气门它有的在这个结合端，它的密合端它会喷一层漆，那个算是一个防漏漆啊，在很多节气门上都能看得到。它有的是灰色的，然后有的是黑色的。所以说如果你们的车子还很新的话，在刷的时候小心一点，尽量不要去破坏它。因为这个破坏它可能到最后会造成些微的漏气，但是在电子节气门上些微的漏气它自己会去做微调，这个应该还算 OK。 然后当我们针对性的把所有的脏污都清干净以后，拿牙刷啊，或者我刚刚讲的那个像洗奶瓶那种刷子的话，下去针对性的下去把它刷洗干净，确定都干净以后，再拿液态的
做一次冲洗，冲洗完再检查看看还有没有哪里没有刷到，确定都刷到以后，这时候又有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在冲洗过程中，它所有洗完的那些药水，它会残留在进气歧管端那边，就是它的后端进气歧管端那边，然后它会累积在最低的地方。其实累积在那边有个好处，一是它可以顺便去清洁一下进气歧管里面累积的油污脏污，因为说实在话，其实洗节气门最重要就是后端这边跟进气歧管这一个地方，因为像刚刚讲的，前面有一支呼吸管会带油气，后面有 PCV 阀，它油管它也会带油气，所以当那些油污累积过多的时候，你会导致你的进气歧管里面会卡了很多脏污，尤其是它的最低处。一般来说，最低处，目前比较常看到的进气歧管就是，我们假设它是装这样子嘛，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集气室，多数来讲，它的进气歧管都是往下弯比较多，因为，气缸在下方嘛，所以它会往下弯。所以会变成说，集气室本身的低端，它的最低处会累积油污，然后跑到气管里面的脏污就会进到燃烧室，或者会卡在气门端那边。那这个时候，我们洗节气门洗完的那些药剂，它正常它会累积在集气室的下端。那这个时候会牵扯到你洗的速度的快慢。如果你洗的比较慢的话，可能那些药剂它在里面会干掉、挥发掉，会导致油污、脏污会卡在那边。然后，当我们确定这边都洗干净以后，拿喷射式的，然后接它附的那一支延长管，记得哦，那个延长管一定要插紧哦。你没有插紧的话，再喷可能会射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尽量就是往里面喷，把它喷到气管端里面去，能够喷多少算多少。我的建议啊，因为那个真的很难洗，然后可以的话，在喷的过程中尽量朝着四周乱喷。尽量让泡沫能够附着整个集气室里面，让它去把里面的脏污油污尽量的舀。我只能说那真的舀不干净，除非你是拆下来洗，要不然你在车上洗最多洗个30%，洗个40%，那就算洗得很干净了。然后当你这个动作全部都结束以后，稍等一下，让它继续的去舀，大概舀个5分钟、10分钟。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发动车辆。你当然就是把油门踏板那个拿掉，让节气门关闭，恢复正常，然后去发动车辆。正常来说，绝大多数车辆一般啊，所有的车辆基本上在这个时候都发不起来，因为混合比整个是失调的状况下，因为那些脏污的油气跟那些吸进去的油，它并不助燃，所以刚开始你在发动会很困难。这个时候在发动的过程中，你可以稍微的去踩一下油门，去增加它的进气量，然后顺便也会改变喷油量，稍微的去踩。你一次可能发动个5秒10秒，发动，然后脚去稍微踩一下，发不起来就熄火，就退回来，然后再发动。多半来说这个步骤重复个2-3次、3-4次，车子应该就能发动。
然后刚发动的时候，怠速会极度不稳，甚至可能会自己熄火。这个时候你就是要适度有发动以后适度的去踩一下油门踏板，协助它的运转，维持它的运转，维持住。然后这个时候油门踏板会很笨，你会发现好像怎么踩它的转速就上不去。这个时候你不要硬踩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硬踩。这时候硬踩可能转速会瞬间拉很高，你会造成引擎的超转，会对一些机件出现不小的伤害。一样，你是很耐心的下去，轻轻的踩油门，直到你的怠速，你回油门以后，你的怠速可以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就算是清洁完成。然后在这个发动，从发不动到发动以后，怠速能够正常的维持，在这个期间里面，你的排气管会排出很难闻的气体。所以说，在清洗节气门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先选好一个适当的场所，通风，不会影响到别人，跟交通的状况下去做清洗。然后当发动以后，怠速都维持以后，你就是稍微的补一下油门，让转速在可能三四千转这边游移，让它踩个几下。你不要踩太高，踩太高没有作用，踩太高没有好处。你就大概就是在三四千转这边踩一下让它下来，踩一下让它下来，让它把排气管里面的那些药剂尽量把它排掉。然后等引擎整个都排气管里面有不好的气体跟烟雾以后，这时候让它稍微怠速一下，这时候顺便观察一下你的仪表板上有没有出现故障灯或者不明灯号。一般来说都是故障灯会最多啦。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熄火。一般来说，多数车辆出现故障灯都可以透过拔电瓶让车身电脑断电下去做归零，它会自己去修正。但是有些车辆它并不允许一般车主自己做断电的动作。这个可能你们要先查一下你们的车主手册，看你们的车辆是不是允许做断电的动作。如果不允许的话，你们就要去拆保险丝，你们要开保险丝盒，去找到你的。有些车辆是直接是你要去断掉引擎电脑的供电，因为有一些可能欧系车会分车身电脑、引擎电脑，或者可能现在一些比较智能配备，它还有另外一颗电脑存在。所以说你们要先去找到你的引擎电脑它的供电的保险丝，单独的去断掉它，这个时候这样子才能去把你的故障灯消除掉。或者就是你可能要回原厂或者保养厂请里面的师傅用电脑帮你消故障码。一般车辆的话，你只要把电瓶的负极拔掉，过个5分钟10分钟再装回去，然后再发动。这个时候故障灯可能会亮一下下，但是一会它就会灭掉。大致上来说，电子节气门唯一会出现的问题，除了电机单元出现故障以外，比较会困扰你们的应该就是蝴蝶法的脏污、节气门管道的脏污，跟这一支轴它的两端发生卡顿。对了，当你们全部都洗完以后，引擎发动都正常，所有的周边检查都 OK 以后，这个时候记得如果可以的话，有一种干性的润滑剂。一般润滑剂可能喷下去会湿湿的，然后那种干式的话，它喷下去一开始会湿湿的，但是它会干得很快，
然后可能会形成一个油膜去保护你要润滑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干性的润滑剂，干式的润滑剂，针对两个头，针对这些端的两个头，稍微做个润滑。喷完以后，然后去踩一下油门，让那个润滑剂可以稍微的进去到轴心跟这个外壳的本体，它们的结合处可以稍微的去渗透到那里面。踩油门，让它动一动，让那个润滑剂可以进到里面去。而且它干掉以后，它不会再卡脏污，因为你用湿式的下去喷的话，你喷下去可能会流得到处都是，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开个几天，你再拔下来检查看，两端跟有流的地方可能就会又有脏污粘在上面。所以说洗完以后记得稍微用干式的润滑剂做一下清洁。然后这个是以不拆的情况下，不拆节气门的情况下，那如果动手能力够的话，把节气门拔下来会更好处理。就像我现在这样子，直接就是可以针对它的后面下去做清洁，这样子洗就可以洗到很干净了。然后而且当我们这边拔下来洗以后，洗完的脏水也不会去污染到进气吸管的机器室的里面。然后因为节气门拔下来以后，可以很简单清楚的看到机器室里面的状况。我们也可以针对机器室跟进气气管内部去做深度的清洁，拿泡沫的尽量往里面喷，喷到它的管壁能够尽量的去粘附最多的泡沫清洗剂，把那些油污积碳洗干净，然后全部洗好以后再装回去。其实拆下来洗的过程，这个跟拆机械式就是钢索式节气门的步骤差不多。这个因为机械式我拍过很多片了，可能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以前的影片。所以说在拆电子式节气门的步骤跟机械式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更简单，就是电线插头拔一拔，周边看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像这个有水管的，有导气管的，拔一拔，所有连接在节气门主体上的东西做个检查，做个移除以后，螺丝像这个4颗，像这个只有3颗，螺丝拆一拆就可以拔下来了。只是外面这边前端这些该移除的还是要移除。那大致上电子节气门平时的保养应该就这样子了，就是清洗进气口、蝴蝶发、轴心的两端，然后清洗完以后润滑，然后跟故障码的消除，大概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步骤如果你回原厂做，可能收费不便宜。如果自己做的话很简单，然后所需要的材料，基本上就是液态的清洗剂1罐，泡沫式的清洗剂1罐，然后牙刷或者洗奶瓶的那种刷子，各1把，然后干净的布，在洗的时候，因为你们如果不拆的话，在喷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往外流，这边垫一块布，然后拿那块布贴在这边，避免那些药剂去滴落到引擎本体啊，或者说它会有腐蚀现象产生。好啦，基本上这个大致就是电子式节气门，如果它脏污会影响的东西，跟我们平时清洁保养
该做的步骤跟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